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如果你在养护多肉植物过程中遇到了化水、颜色变绿、土长等等问题，还请关注我的频道，相信你会在我的视频中找到答案的。今天我们来聊点有意思的事情。前段时间与一个肉友聊天时，他问我，你整天研究多肉植物，今天我来考考你，你给我推荐几款适合男性养的多肉植物。他说出问题之前，我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心想多肉植物养护根本不可能难得倒我，但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后，我脑袋一片空白。多肉植物怎么分男女呢？可我仔细想了想，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，男生没有女生那么细致，想养一些相对比较粗犷一些的品种。顺着这个思路，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经历，我总结出来了适合男性的6个品种，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吧。1. 西财树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听到这个问题后，脑海里首先出现的就是这句话，之后西财树这个品种就顺理成章的入选了。事实上，西财树这个品种不仅寓意好，而且可以养成非常霸气的造型桩，出状态的时候，叶缘会有明显的红圈，叶片也会呈现出金黄色，观赏价值非常高。加上非常皮实的特性，还是比较适合男生养护的。和玉树的养护差不多，只要控制住浇水，冬季注意保暖，就能养活西财树。如果光照条件又非常好，那么上色也是非常容易的。想要优美的造型，就需要定期对西财树进行打顶，剪掉底部多余的枝条，养护时间越长，观赏价值就越高。备选品种有钱串、黄金万年草、秧金、金钱木。2. 红粉佳人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从这句诗词出发，我又想到了多肉中比较有名气的2个系列，美人系和佳人系。常见的品种有红粉佳人、阿尔巴佳人以及东美人、鸡星美人、桃美人等。综合各种因素，最后还是选择了粉嫩系列的红粉佳人。毕竟这个品种养护难度非常小，只要土壤疏松透气，浇水的时候干透浇透，即使是隔着玻璃晒太阳也可以出状态。而且叶插成活率也非常高，可以培育小苗送给那个他。3. 法师系列。说到多肉中的大型品种，就一定会想到法师系列的品种。如果有露养的环境或者室内的空间足够的话，那么养上几个法师，个个都像小树一样，出状态时色彩斑斓。我的朋友就有一个法师控，他总幻想着有一天有个大院子，可以养上几十上百盆的法师。养护法师的时候，要注意夏季高温要进行遮阴和断水，因为它们会出现深度休眠。具体的表现就是叶盘紧紧包裹起来，外围的叶片出现明显的消耗，这都是正常情况。等到温度降下来之后，浇几次水就能恢复过来。法师系的品种大都对于光照比较敏感，如果缺光几天就会褪色，因此养护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多的增加光照市场。补光灯对于它们上色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，光照不足的花友可以考虑使用补光灯。浇水的时候要等到盆土完全干透之后再给水，水多了法师就很容易出现闷根的情况。冬季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就得注意保暖了，这个品种非常怕冷。4. 东云系列。东云系列的多肉大都叶片硬朗，威武霸气，就比较适合男生养护，像乌木、圣诞冬云、口红、罗密欧、罗宾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一类的多肉生长速度都不是很快，不容易徒长，即使没有极致的状态，霸气的株型自成一派。养护东云系列的多肉，土壤的颗粒含量不用太高，一般来说4到6成就足够了。浇水的时候要注意别让叶心积水，夏季别淋雨，注意保证良好的通风条件，要不然比较容易导致黑腐化水。5. 12卷系列。12卷系列包含的多肉也有很多，像常见的玉露、寿、万象都属于这个系列。之所以推荐这个系列，主要原因是不用来回折腾追着太阳跑，只要充足的散射光就能长得很好。它们大都有明显的叶窗，有的很透亮，有的有纹路，有的形状特殊，个人感觉还是比较适合男生养护的。这一类的多肉大都是萝卜根，需要搭配深一点花盆，市场上的万象盆就最合适。它们害怕暴晒，喜欢相对湿润的环境，因此我们给其提供充足的散射光即可，
平时发现盆土发干，就得赶紧浇水。室内养护的时候，可以多向植株表面或者周围喷一些水雾，增加一下局部的湿度，这样养出的12卷更加饱满透亮。6. 仙人球系列。仙人球单就浇水方面来说，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懒人植物，可能几个月不浇水都没事。我之前只养过几个品种，后来看到花友们的仙人球开花都非常美，才开始慢慢的增加品种。仙人球品种也有很多，带刺的不带刺都有，如果喜欢可以上网去搜一下，挑自己喜欢的买就可以。对于仙人球的养护，我觉得浇水宁干勿湿，花盆要大一点，要使劲晒太阳。为了让仙人球能开花，可以买一些花肥，只要浇水就往里面兑一点。对于男生来讲，仙人球真是不错的选择。以上就是花花总结的，从男性比较粗犷的性格入手，适合种植的多肉植物品种。男性肉友们，你家里养了哪些多肉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观看，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粉丝一直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